我发现女生花钱是有阶段的，一开始呢，你会买好看的东西，后来呢，你会买贵的东西，再后来呢，你会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向内讨好。但是我要先清楚啊，就是你一样都不买，你也完全可以对自己好。这个视频呢，只是你的一个思路，就是有些东西你看完可能会觉得，哦，原来有这种东西存在，我可能也需要。也有些东西呢，你可能会想，就这也有人买。这两种反应都很正常啊，因为我经常在看视频的时候也是这个状态，就比如说有人分享东西说，哇，这个东西看着好好，我也需要，或者是呢，我也会觉得，你确定你需要它吗？今天分享的这些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啊，至少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还是挺重要的。现在有很多品牌都有比较给力的折扣来入，确实很划算。那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的话，当看个乐子也挺好玩的啊。这个世界还有一些冤大头会买这些东西。OK， 那第一个呢就是 Aura Ring， 我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好几次，我周围好多朋友在我的推荐下都已经买了。然后特别逗，我跟我老公每天都会比谁的睡眠分数更高，谁睡出了皇冠。然后经常跟我朋友吃饭的时候，他会说，哎呀，我昨天才睡了60分。我说啊，怎么休息这么差？怎么回事啊？因为真的周围也都是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人啊，40岁左右的人了，就大家都觉得这东西非常的重要。因为智能戒指呢，可以把这些就是你感觉得到但说不清楚的东西变成可以看得到的数据。我自己呢是从第3代就Gen 3用到现在的Gen 4，说是Gen 4的传感器更精准吧，数据刷新也更快了啊。我觉得升级还是值得的，主要是我之前那个电池不太行了。如果你觉得电池掉电太快，你可以直接联系他们的客服，他们一般会再给你寄一个一模一样的新的，真的是很必要的。身体给你发信号的方式是安静的，只会让你觉得莫名其妙特别累，莫名其妙烦躁，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根本说不清楚。不过如果你能看一看自己的仪表盘，你就会比较清晰，它可以追踪到比如说你的睡眠结构，就不是说你睡了几个小时了，因为我们自己是知道睡了几个小时的，可能你晚上10点上床，早上6点起床，那你就assume 自己可能睡了8个小时，但是你看到了你智能戒指的数据表之后，你能很清楚的看到你的睡眠结构。我比较看重我的深度睡眠多少啊，然后我的 RAM 够不够啊，然后呢我花了多长时间入睡，以及中间醒了几次，这些对我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它还可以追踪你的 HRV， 就是你的这个身体的恢复弹性有多好，就是你躺在床上刷手机是在放松，但是你去看其实你的交感神经还在兴奋，身体根本都没有切换到真正的休息的状态。那我现在呢也是靠着智能戒指慢慢基本上是一个 morning person， 以前我不是的，以前我偶尔周末会睡个懒觉啊，我还补个觉。现在我觉得这简直对我的身体是毁灭性的打击，就是一次懒觉可以直接把我拉到解放前了啊！之前有2、3点钟就是下午犯困被击溃那种感觉，基本上也是没有了。就是你有了数据之后呢，你就能够自动的做出更好的选择，而且月经真的是很准。就说明它测排卵也测得非常准啊！我现在没有在备孕了，如果你是在备孕的话，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不管你处在什么年龄阶段，作为女性来讲，知道我们的这个 cycle对于我们情绪的影响啊，安排工作呀，比如说你希望你在状态最好的时候安排最重要的工作，然后你有的时候就是很烦躁、很莫名，就看谁都很来气，并且很想独处的时间段呢，你就可以多独处一点，你也不要太强迫自己，因为你有了这些数据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莫名其妙闹心了啊，激素导致的。没有办法，不怪我们。OK， 然后是连续血糖监测 CGM， 这个我周围有一些认识我的朋友知道我会戴啊，我现在没有再戴我的胳膊上啊。可能很多姐妹会觉得所谓血糖仪是糖尿病人才需要关心的，其实真的不是，尤其是现在这个年纪啊，它和1年1次的体检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检测的数据是实时的，因为我们每天的血糖都在波动嘛。你这种每天的波动，你通过1年1次的去抽血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它只能知道你一个整体的数据。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血糖飙上去再掉下来，你就会犯困啊、烦躁啊、想吃甜的，又飙又掉，这个过山车坐多了，你就会增加你胰岛素抵抗的风险。而且呢，血糖频繁的大幅的波动呢，会加速糖化反应，就直接影响到皮肤的胶原蛋白，所以呢，它也是跟抗老直接相关的。我自己呢是每年戴1次，然后呢1次是2周，它这个 device 就是这样的，1次2周，那2周时间呢也足够建立一个对自己饮食的认知。你会发现哦，原来我吃这个东西血糖是完全没事儿的，但我吃另外一个东西呢就会飙得特别高。比如说我发现我喝某种无糖饮料的时候，我的血糖噌的一下就上去了，那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喝这个无糖饮料了啊。
我说我怎么喝完那么难受呢？它里面肯定有很多糖。或者是有的人可能你觉得自己经常无缘无故的很 sad， 就很伤心很难过，那你可能容易低血糖。你发现你的血糖很低了，你就稍微吃一点点东西，你马上就会觉得你心情变得很好。然后你也可以看看你会不会有这个夜间低血糖的问题，因为到这个年龄有很多人会在睡眠的时候血糖非常低。你如果早一点发现也是很有用的。我自己用了2个牌子的，一个是雅培旗下的 Lingo， 一个是和 Oura Ring 合作过的这个 Stelo。 其实最早买的是 Lingo， 我觉得很好，然后后来我用了 Stelo 是因为它宣布就是 Oura Ring 宣布跟他们合作了嘛，我想着 OK 那数据能统一挺好的。我跟这2个品牌都没有任何合作关系啊，但是我真的更推荐 Lingo。 首先呢是监测范围，就是 Lingo 的低血糖呢可以比较精准的测到55，但是 Stelo 呢只到70，就是你再低于70它就不显示了。然后呢是连接的问题，就是 Stelo 经常连不上，然后客服也是，我觉得客服差距挺大的。我之前跟我一个朋友介绍过 Lingo， 然后特逗，他戴上了之后第2天去做激光脱毛，结果那个激光一打开，叭，这玩意儿直接报废了。那没有办法嘛，然后联系客服之后马上就给他寄了一个新的。当时那个 Stelo 有一个就是传感器坏了，就是也是咋连不上，找客服费了好大劲儿，到最后都没有换成功。虽然他们2个价格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从产品体验和售后来看，我个人更推荐 Lingo， 就我觉得更靠谱一点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毕竟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我再加说一句，那个 Oura Ring 啊，刚才忘了说，它的价格差别主要是外壳的区别。比如说我的这个是银色的，这个就是最便宜的，我觉得银色也是最百搭最好看的。然后它有什么陶瓷的呀、黑色的、玫瑰金的呀，它里面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外壳也不一样，里面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是有会费的，1个月应该是599。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就是它低于我很多购买的月费了。而且呢，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所以我不觉得1个月6块钱很高。但如果你很在意这个价格的话，你就要好好想一想了。然后那个血糖仪是没有月费的，就是你一次买完之后是2周，这期间是没有不再产生别的费用，真的一点都不疼。它虽然你打开看着有点长啊，但是真的一点都不疼。就我是个非常怕疼的人啊。我记得我当时第1次扎的时候，我好像还录了一个小视频，我看能不能找到贴到这里。什么感觉都没有啊，真的一点也不疼。OK， 然后来说说美容仪这一类的。那因为关于美容仪的产品呢，我已经做过很多非常完整的测评了啊，就是各大品牌的，然后品牌之间的这个类别的，我也都做的很详细了。今天呢，我就着重说一些我可能每天都会用的比较频的。首先是这个 Therabody 的这个 Glow， 这个是我白天特别爱用的一款，它是带有按摩功能的，因为我已经有最全光谱的 Current Body 6合1了，那个是我基本每天晚上都会用的。所以呢 Therabody 这一款呢，我就选这个最便宜的版本，因为说实话6合1很重，就是你很难带着它走来走去的。然后它还当了个线，这个就是它完全就像一个头盔一样，你可以戴在头上嘛。理论上讲你是可以走来走去的啊，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带着它走来走去，因为它带按摩嘛，就你按摩的时候特别的舒适，然后你就想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就是坐着看会儿书啊，或者是做一个冥想啊什么的啊。我一般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带着它用来清醒、按按头皮，我觉得还很放松。或者是上午工作累了，带它可以休息一会儿，相当于做一个这个全脑袋瓜子的一个按摩。然后呢，又能给我照一照光。那这个面罩呢，更多的是补充我很多时候又想按摩又想照光才用的。当然你晚上也是可以用的了啊，而且你也不需要全有。我觉得面罩呢，你选一个经常用的就可以了。我现在就养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习惯，真的特别好。就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用6合1的时候，面罩一戴，我就开始拿起多邻国开始做题。我看我录视频的时候，我今天打卡到多少了？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打卡了30多天。当然我中间也是断过的啊，咱也是用过急冻的，就是说出来都是痛。就是你再怎么说每天都做，你还是会忘。其实养成这种系统性的习惯特别好，就是你这2件事一起做，就是你戴着面罩没事儿干，你就可以学语言。然后你为了打卡学语言，你就要戴着面罩。你看一下子多了2习惯。顺便说一嘴啊，我真的觉得 Duolingo 的那个年费是我花的非常值的钱。以后我专门做一期那些我觉得非常值得购买的 App， 能够大大节省你的时间，提高你的效率，包括哪些 AI 是非常值得用、非常值得花钱的，我也会再做一期啊。OK， 话说回来，LED， 如果你从来没有买过任何的 LED 面罩，你也可以
不宜上来就买一个太贵太全面的面罩，你可以先整这么一个眼罩，因为眼周本来就是你最容易显老的地方嘛，而且这个眼罩一次只要3分钟，就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 commitment， 你也能够很好坚持，很好入门。你用了之后可能会觉得，哦，这个东西确实有效，眼周变亮了。然后呢，你可能会再入一些别的面罩啊什么，你不仅可以把它放到眼周戴，你也可以把它戴到这个你的额头啊、嘴角法令纹啊，甚至你戴到你的头皮上，这个就是你这圈发际线，你也可以戴上长头发。你这样用呢，它的效率呢肯定比较低了，就是你得一个一个换位置比较麻烦，它不像一个脸罩啊或者头罩一样。但是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然后来说一些进阶版的，就是这个 Amiro 的超声炮。那如果你已经用了一些基础的 LED 了，甚至你也已经有一些 RF 的仪器了，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这个 Amiro 的这个超声炮。我现在确实用它比用 RF 还多，就是做一次射频和做一次超声炮，你付出的这个努力、付出的时间成本是一样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想说，哎呀，算了，就用这超声炮好了。它的能量是可以穿透到皮肤深层的 SMART 筋膜层的，就大概4.5毫米这个深度。而且呢，它有这种配套用的这个面膜，可以你就按照格子打，很快的。就是它前面测光那里，我觉得不够灵敏。就你刚开始摁的时候，可能觉得，哎，怎么摁了半天它还不亮呢？后来我习惯了之后，我就发现你稍微往后退一点点，就是因为它测光在最前面。上脸的视频我一定会做，感觉我说了好久了，因为他们家最近有非常好的折扣嘛，超声炮的力度是最大的，就是最合算，因为这东西最贵嘛。然后呢，一周呢用2次就够了，每次8分钟，懒人友好。然后呢，我顺便说一下他们家新出的这个新品，是一个自带红光和微电流的眼霜，真的挺神奇的。我记得我一开始就拿出来的时候还想，我说这东西咋充电呢？这不就是眼霜吗？然后我一挤出来一上脸，就是电闪雷鸣的，真的就是微电流也出来了，然后自带的红光也开始亮了。就是你在涂眼霜的同时呢，就在做 SPA 级别的护理了。它里面是630纳米的红光，所以它能够穿透到真皮层。那被线体吸收之后呢，会加速 ATP 的形成嘛，可以促进胶原蛋白再生。然后呢，它里面是 EMS 微电流，就相当于给你的眼周肌肉做一个被动的运动，所以你会看到你的眼周一点点的这个叭叭叭的这个抽搐，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它电信号让你的肌肉微微的收缩嘛，它是可以物理上的把这些水肿排掉。它的作用机制和这种冷敷啊不太一样，但是呢也是可以帮助排水肿，然后让你皮肤更紧致的，非常方便。那它眼霜本身呢也是含有了非常高浓度的 PDRN、类蛇毒肽还有玻色因这一类的院线的成分，总之就是原料加满啊，就是你能想到的对眼睛好的这种抗老成分全都给你放进去了。而且这个并不是只有眼周可以用的，比如说你法令纹里啊、脖子的细纹啊，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用的。它里面是内置了纽扣电池，它正常使用大概是70多次，那你眼霜用完了，差不多这电也用没了。然后呢，眼霜呢也是很小的一支，出门旅行携带也挺方便的。这个就是属于那种啊，这也有人买的这类东西。但是他们现在38节有一个半价的专属折扣啊，就是它这个入门套装里面有眼霜，还有加4对眼膜，只要399啊，就是39.9块，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一下，也挺好玩的。然后它这个超人眼膜也是不错，消肿效果也挺好的。OK， 下一个护肤品类，那因为我刚做了一期一瓶顶好几瓶的好物，那今天我就不重复这些日常款了。今天聊的是这个，如果你不是真的特别想对自己好一点，可能不会用的那种。那正好赶上现在 Revive 有这个满300减30%的特别好的价格，这个也是我最近看到的他们家的最好的折扣。我说一下这个7折折扣里面我觉得非常值得入的。首先第一个肯定是他们家的翡翠面霜了，然后这个也是我之前介绍回春油的时候还有人问说，哎，翡翠面霜怎么没有提啊，怎么样啊？这是他们家经典款啊，它里面是含有甘醇酸的，就是果酸的一种，它能够在你睡觉的时候比较温和的帮你去角质，促进细胞更新。那同时里面也加了一些乳木果油啊、向日葵籽油啊这些滋养成分，所以你不会觉得用完之后皮肤很干呢、很紧绷。7折还是挺值得入的。但是我必须要说啊，就是它这个东西里面有非常多的有效成分啊，因为它有很多的有效成分，尤其是没有怎么用过酸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保湿面霜、抗老面霜。所以呢，我建议没有怎么刷过酸的人，你可以先建立一下耐受。那如果你当晚用了 A 醇呢、A 酸呢、其他的果酸的水杨酸这类东西的话，我建议你就不再用它了。它不像回春油一样给你补充营养的啊，这是一个加速你皮肤更新的东西。OK， 第二个呢是他们家的这个顶级的眼霜精华，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怎么突然出太阳了？窗帘拉上了。
说到哪儿了 ？OK， 我觉得它这个春日折扣还是挺值得入的啊。它这个眼霜呢，也是 Revive 里面唯一一个同时用了他们3种核心多肽的眼霜产品，它的抗老属性是最高的。就是你看它这个 Revive 里面所有的眼霜精华里面，最值得入的其实是这一款，就是从它的科技成分来分析的话啊，然后它还配了一个金属的这个滚珠头设计，就是大大凉凉的，就是你前一天晚上用，第二天还是有一种很明显的效果的。它这个系列还有一个精华，就是那个700多刀的精华，700-800刀，我之前买过，原价买的。就是说实话，我觉得那个精华可能就是在眼下的效果会明显一点，但是它又远远的贵于这瓶眼霜，然后里面的核心成分又很像，所以如果你是熟龄肌，你又对这个产品非常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你其实是可以买这个眼霜的啊。OK， 然后呢是这个 La Polish， 就它这个物理去角质的产品，它用的是这种超细的氧化铝晶体，就是专业微晶磨皮用的那种颗粒，它是做的非常的细，你不用担心颗粒太粗会磨坏你的皮肤。然后它还配合绿茶呀、乳木果油啊，用完之后呢，皮肤不会干，反而是那种就是巨滑、巨嫩、特别亮啊，就是真的是物理磨皮啊。你去完角质之后，你再上精华和面霜的渗透率会好很多，一周用1到2次就已经足够了，不能天天磨啊，我还是挺喜欢的。然后跟它很像的是 Dermatology 还有一款也是类似于这种特别细的那个颗粒去磨皮，也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然后我也用了很久了，就是我经常洗澡的时候磨一磨脸啊，磨一磨这个胳膊肘子呀，或者是那个膝盖啊，因为那个比这个便宜一点嘛，可能就是身上用的多一点，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很像。OK， 然后我顺便提一嘴这个 ROC 的这个 A 醇贴片啊，其实我一直对这种贴片产品很感兴趣，它里面真的是有 A 醇的啊，就它这个贴片呢可以形成一个微闭的这种封闭的这种微环境，让这个 A 醇的渗透效率比涂抹高很多，所以它可以精准的用在法令纹啊，或者是额头纹的、眼角纹的这些位置，即时效果非常的明显。当然单次成本是不便宜的，虽然这个 ROC 是一个很便宜的、很高性价比的品牌啊，但是你算一算，如果你每天都用这个的话，价格其实是高于大部分的贵妇级产品了。但是它真的效果很明显，就是你晚上贴上，第2天几乎褶子就没有了。当然的暂时效果是有的，它不是永久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延缓了你深层皱纹的出现嘛。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它的。就是我看来看去啊，亚马逊其实是比较便宜的。总之呢，我下面放的链接就是我能找到的啊最便宜的链接。OK， 然后来讲一讲睡眠。首先呢，一定就是要说到这个 Sleep and Glow 的美容枕了。这个我用到今年应该是第4年了。我相信可能看我视频久的人，可能震它都震了3-4年了。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枕头，它这2侧的凹槽呢是有专利的，就是你侧睡的时候，脸不会被压扁，压在枕头上，因为我们的头是很重的嘛。如果你一直侧睡的话，那整个脸颊和眼周都会被挤压一整夜，那时间长了，这些皱纹呢，这些纹路啊，就会变成了永久的睡眠纹了。那这种睡眠纹，因为不是我们做表情形成的，所以再贵的面霜或者是你打肉毒素都是搞不定的，就是 Botox 只能对抗表情纹嘛。那它呢，就是从物理上让你侧睡的时候脸是悬空的状态，那也就不会压迫它。因为它特别软，然后也很适合小孩子用，就是我儿子用这个枕头可能都用了3年了，然后我老公也在用，因为他觉得对颈椎特别好，就是他后面脖子这里有个窝嘛，所以他睡觉的时候觉得他的那个脖子很舒服。觉得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一个侧睡的人，你其实没有必要买这个枕头，就是因为即使它对你的颈椎是有好处，如果你只是为了这个而买它的话，亚马逊上有很多比较便宜的对颈椎友好的枕头，你是没有必要买这个。它其实还是适合那些为了防止皱纹出现的，又担心可能侧睡会对脸部挤压造成皱纹啊、出现水肿啊这一类人群的。那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产品啊。那官方说呢，至少可以使用5年，我用到现在应该也快5年了，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支撑还是一样的好，也没有睡扁啊、变形啊什么的。我只是偶尔给它皮肤啊，我特别喜欢换各种黑科技的枕套，因为他们有各种嘛，有那种防止痤疮的，有含有透明质酸保湿的，还有那种纯的真丝。我经常根据我自己的喜好去换枕套，但是我不会换枕头，因为这个枕头对我很重要啊。然后呢，说一下他们家这个重力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睡过重力毯或者了解重力毯啊？它其实对睡眠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它的原理呢是深层压力刺激，当一个比较均匀的重量压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会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去促进这个血清素和褪黑素的分泌，也会帮助你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所以很多人第一次盖这种重力毯就会觉得哇，
有一种被拥抱的感觉，就觉得睡得特别踏实，特别有安全感。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要睡个午觉，或者说是我想快速的20分钟睡个20分钟觉，我必须马上睡着，我就一定会盖重力毯，因为它会帮助我特别快速的扒一下就睡着了。然后他们家这个毯子我比较喜欢的，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是这个玻璃微珠，它不是塑料球那种，真的不好啊。那玻璃微珠呢，它的重量分布更均匀，而且它导热性更好，它不容易捂汗。但是啊，我都没有用它直接贴身来盖，就是我贴身盖的那个被套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West Elm 的被套，不是被子，这个 cover。他们家所有的被套里面，我觉得最舒服的就是这一款，绝了。然后我就是用它来接触我的皮肤，就我直接盖它，一年四季都盖它。如果冬天很冷的话呢，我就外面再加盖一层厚厚的被子。然后我需要重力毯的话呢，我就在外面盖上重力毯。如果我不需要的话，就夏天比较热的话，我就只盖它。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打理，也好清洗，也不会很频繁的去换被罩。真的，我每次换完被罩之后，觉得好累，感觉做了50个组间歇，这换被罩这件事情太累了啊。对，然后他们提醒大家一下，他们家还有一款叫通风毯，就是那个带通风网格，这个我非常的不推荐。我觉得我简直买了就浪费钱，它盖起来跟普通的薄被子差不多。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噱头，然后它的这个大小形状，这个有的地方通风，有的地方不通风，我不是很理解啊。总之就是我体验很不好，我也很不建议大家买啊。但是他们家的这个枕头和重力毯，说实话真的是很不错。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真丝枕套也非常的好。OK， 然后来聊聊洗衣服这件事情。我对洗衣服这件事情真的可上头了，就是我一定要洗出100分的衣服，干净消毒，洗得够白，然后还要好闻，要香啊。我现在主要用的是2个牌子搭配来用啊，再加上之前囤多了这个 Laundress， 真的我对这个牌子就是又爱又恨，就无语了。就召回事件让我到现在都很生气啊！我之前买了那么多，我还要继续用，因为他们毕竟也没问题。然后我又不想再买新的了。OK， 总之就是不说他们了啊。第一个呢是 Dirty Labs， 他家呢是做生物酶洗涤的，就是它是一种植物基的生物酶配方。那传统洗衣液呢，很多是靠这个表面活性剂嘛，还有很多这种化学的添加剂去溶解掉这些污渍。那生物酶的工作方式呢，就是把蛋白质这一类的污渍啊，比如说汗渍啊、血迹啊、体味啊，在这个分子层面直接的分解掉。所以呢，它用冷水洗就能洗得很干净，因为酶在低温下就是可以工作的。那它也是这个认证的安全配方。我选的这个口味是 Murasaki， 我觉得这个味道特别好闻，闻起来很清新很干净，不是那种廉价洗衣液的香味啊。我建议大家可以入他们的这个 starter set， 它这个还是挺合算的，它里面会包含一个洗衣液，然后呢有一个 bio booster， 它这个 booster 是这个粉状的增效剂，它可以专门处理像这种发黄啊或者这种领口啊一圈很脏的这种很顽固的这种生物性污迹。然后它里面还有那个就是 pump， 这个 pump 带刻度的，看着也很高级，还有什么那个烘干球啊什么，就是这套组合我觉得还挺合算的。他们家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小东西，这是这个 German dish cloth， 是万用布，它里面是70%的这个再生纤维素，加上30%的棉，就可以就用来擦什么都很好使。它的吸水性特别强，就它不掉毛啊，然后厨房啊、擦桌面啊、擦锅碗瓢盆啊都很好用。然后我发现擦车也是很好用，擦车擦的也很干净，就是有点小啊，它是可以重复用的，洗一洗就干净了，特别好清洗。OK，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 laundry sauce， 我最早买它是因为我经常在 Instagram 刷到它，然后后来受不了了还下单了，真的很好用啊。它是请的那种这个世界顶级调香师合作的，所以它有特别多的香型，就闻起来是那种特别正经的香水味，就很高级的香水味。我选的味道是这个大马士玫瑰，不只是香，它的这个洗衣凝珠呢也是超浓缩配方，里面也是添加了生物酶混合物，所以呢冷水也能洗得很干净。然后它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就是那些常见的对皮肤过敏源啊相关的那种东西都没有。它里面呢是有这种fiber 的修护成分，就是你的棉质的衣服啊，或者是 linen 啊这种衣服，你洗多了次数之后，它可能就是它会稍微有一点起球或者变形嘛，它质感和颜色就不一样了。这个就不会，它会让它的质感和这个色泽都会保持得更好。那对于那些你比较爱惜的衣服，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如果你的衣服都是一些天然材质的话，然后你又不想经常送去干洗，因为我个人真的不喜欢干洗，我觉得它不管是对环境还是对我自家的环境，还是对我自己的皮肤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不是很喜欢干洗。所以呢，我觉得投资一个好一点的家用的洗涤用品还是挺重要。他们家东西我推荐几种搭配吧。烘干纸，就这个烘干纸呢是可以在烘的过程中它还加了一层香，
就是衣服拿出来那个味道真的超级好闻。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了，这可能也属于那种你看完之后可能觉得有必要吗？的那种东西，我觉得有必要啊。就是我认为对于大部分人的来讲，你只要买这个洗衣凝珠就已经真的足够了，也真的够香了啊。那如果你不喜欢衣服很香，那你千万不要买这个，因为它的香味真的是停留的很久。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考虑吧啊。哦对，然后我想介绍一下我这个项链，这个我特别想介绍，它是这种一圈 choker， 你看它是这种 choker， 就是你可以这样戴。然后它里面带了这个，它带这个小挂坠儿。这个小挂坠儿呢，就是你可以自由组合，你可以单放一个或者2个放一起，或者是你不放，它就是这么一个圈儿。然后呢，我买了2套，一套是银色的，一套金色的，这个是自带，这个3个挂坠是自带的。然后你就可以这样戴，你看啊，你就可以把它。我今天就是这么戴，就是侧过来一点，就是这种悬空的感觉，就是半边没有，这半边有。然后你可以带着挂坠，你也可以不带挂坠拿走，或者只挂这一个。你看，我觉得我今天这个造型吧，哎呀，整不明白了。我觉得我今天这个造型就是好像很适合这个颜色，银色那个其实也挺好看的，就是根据你平时饰品的搭配。然后还有这个手链，就是特别便宜，我自己戴我知道很轻啊，就会像没有感觉一样，但是看着特别的值钱。就真的，我有时候戴在手上的时候，好多人都问说，哇，你这是全钻的手链吗？不是，很便宜。所有的链接、折扣码我都会放到下面的信息框。对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不是出现了很多我去这有人买的好物？那我希望呢，也有一些是给你有一些启发啊。那还像我之前视频说到的，我觉得对自己好，并不是说要买这么多的东西给自己，而是说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能量在自己的身上。那如果你有这个条件去买一些让自己开心的这个东西的话，就买；如果没有的话，也完全没有必要。今天我讲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没有那么大必要的，没有卵用的。